不许叫，你别叫，听到了吗？爷爷到底承诺给了你什么，让你一次又一次这样故意接近我？接近你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浪漫邂逅，代驾，专职司机，还有今天闯进我的办公室，还要装什么？顾大老板，我说你是不是有点太自恋了？我还觉得你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，怎么哪哪都有你？你说你，我再告诉你一遍。我没有故意接近你，去美术馆是工作，当代驾是工作，做专职司机是工作，今天来到这里还是工作，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还有，我承认顾爷爷确实给了我很优厚的待遇，不过那也是靠我的劳动双手赚来的钱，轮不到你来道德谴责我。顾总，再见。对了，顾总。我可是一个很有契约精神的人，如果你需要用车的话，记得给我打电话哦。拜拜。徐小姐，白先生，你们已经换好了。徐小姐以后叫白冰就好了，毕竟我们已经是同事了。说的也是，那你以后也别叫我荀小姐了，叫我雨轩吧，要不然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。那，雨轩，你们要回去了吗？对，慧心在楼下等我呢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不过说起来，真的该好好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帮忙的话，我们也跟顾氏签订不了这个长期合作的协议，到时候花店真的该倒闭了。别太在意，我也没帮什么忙，公司正好需要而已。那就大恩不言谢，下次来花店的时候，请你吃大餐。好，那我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顾总，你在这里是？锻炼，活动一下脖子。没什么事，你先去忙吧。你送我去雕刻馆吧。好。哎呦，这么看来啊，我的重生很快就要来了。严城啊，加油吧！身材好还富贵，雨轩，姐们这么多年，你可记得“苟富贵，莫相忘”？对个鬼！那个自恋狂，他下次要是再敢这么讽刺我，你看我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！有道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也没多久，就你说自恋狂的时候到的。谁呀？
对你这么生气？没有，就一个自恋狂。白先生，你是来买花还是找人啊？我是来吃饭的。是我请白冰来的。我觉得呢，人家帮我们促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合作，我们总得请人吃顿大餐，意思意思吧？你说呢？没问题，安排。严成啊，爷爷，严成啊，听说你跟雨轩之间的关系发展迅猛啊？啊？爷爷，您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了？什么？说我幼稚？是啊，您身为顾氏集团的表率，最近的行为有些反常，您不能再这么放纵自己了。哎，你怎么跟我转移话题啊？我是要打听你跟雨轩之间的事儿。他的事，您还需要打听吗？他不就是您安排的人吗？错。不过，我确实当时帮你安排了一场浪漫邂逅，可是还没等我安排的人上场，你就去英雄救美了，是吧？啊、对，荀宇轩之前跟爷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什么？荀宇轩的确不是爷爷安排的。这就说明我安排的不算，有上天安排的才算数，是吧？爷爷不说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哪儿我不说呀？你当时也没让我说，你就在那儿。这大餐，这还不够大，好像够大了。是吧？我说的大餐可不是这个大呀。可咱们预算有限啊，这花店刚起步，怎么能铺张浪费呢？等以后赚了大钱，一定给恩人补上，可以吗，总助先生？这个已经足够了，对吃的没那么高要求。那咱们今天就以可乐代酒，以披萨代大餐，感谢你雪中送炭。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啦。如果你有什么难处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跟慧心，我们会在所不辞的。来，干杯！你这个总助眼光倒是不错啊，效率也比你快一些。老大，你看，走吧。好，知道了。我有点急事，要先走了。怎么了？网上出现了一些你跟顾总的谣言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公司能解决的。哦。他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谣言？天哪，宇轩，你快看！顾氏总裁竟是浪子，深夜抱得新欢归，金童玉女童话不在，顾氏总裁另有新欢。宇轩，没事吧？咱不用理这些谣言。这给我照的也太胖了吧！啊？胖吗？不胖啊。喂，我是顾彦成，我们聊一聊。搞错又不是真的，对我跟那推土机能有什么影响？别理他。你会回来找我的。顾夫人，我们这儿有飞机、游艇、坦克售卖，有兴趣了解一下？宇轩，发达了别忘了朋友啊！很多年没联系了，给你借点钱啊！姓荀的插足别人的感情，必死！
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们聊一下吧。嗯。唉。这位女士，你是怎么想到在这种地方见面的？咱俩的绯闻现在已经人尽可夫，不，人尽皆知了。只有在这种地方碰面才最安全，因为谁都不会想到，腾腾顾氏集团的掌舵人居然会在这种地方鬼混。你刚才挂电话的时候不挺顺的吗？现在要找我密谈吗？那是我没有想到这桩绯闻对我的影响有这么大，对你难道没影响吗？影响？没什么影响。那还挺好。只不过顾氏的股票因此跌停，损失了20个亿而已。20个亿！20个亿！那也就是说，你占一半，我占一半，你支10亿，我支10亿，这说明我身价10亿呢。你别走啊！你得先把咱俩绯闻的事情解决了呀。那寻10亿，女士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没有，你有吗？我有。什么办法？留在我身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误会了，我只是让你留在我身边，继续做我的司机。这样子，我和顾氏就能对外声称你的司机身份，所有的绯闻也就迎刃而解。我看行。走吧，送我回家吧。等一下，你要对之前先对我造成的误会还有污蔑向我道歉。道歉？对呀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顾氏集团股票跌停1个小时要损失20亿。怎么看呢？这桩绯闻都是对您影响比较大。我要是不答应的话，你这是威胁？本来就是您先污蔑我的。好，我误会你了。完了，就这么轻描淡写。这位员工，你现在收到的是你老板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诚心诚意的道歉，你应该学会见好就收。现在请你履行员工守则，立刻马上送我回家。走吧，在外面等我。好的，老板。哎呀，真是狂风怕落日，苍蝇怕拍掌。顾叶成啊，顾叶成，你也有今天。喂，顾总。快回来带我走。出来！顾先生，顾先生，顾先生，快出来！干什么？
别拍了！关系啊？小姐，小姐，别拍了！小姐，别拍了！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啊？你别拍了还不舒服吗？让他走！你们要是有时间就去采访采访那些科学家。非要采访这些奸商干什么？人和顾什么关系？小姐，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吗？小姐，市面上是吧？别拍了！顾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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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请服务员。你俩可以啊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喂，老大，今天的 TB 晚宴你还能去吗？去。工作了。顾总，您今天怎么亲自来了？他需要一件礼服。啊，好的。给我穿。我不穿。为什么？我一个司机，我穿什么礼服呀？你不是想快点澄清我跟你的关系吗？那这跟我穿礼服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相信故事的公关，还是不相信？相信。顾总，这边请。这位女士，这边请。就这件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跟我这边试一下。等一下，把这个换上。这么高，我不穿。你是不相信故事的公关，还是不相信？我穿。顾总果然好眼光，不大不小，正合身。顾总，穿成这样，我没办法开车呀。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顾总，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太隆重了？不会，很适合你。顾总，我们该出发了。这次抓紧点，摔倒很难看的。
林伯伯，我还在想你会不会来呢。因为我给林婉宁跟 TP 杂志社带来麻烦，我当然要来了。林伯伯，好久不见，爷爷都说想您了。那是当然。远程啊，你多到林家来走动，你和婉宁认识多年，怎么也不能生疏了。这位就是你的司机？不是，这位是顾氏集团新招的总裁助理，以后他跟白斌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了。失陪一下，林伯伯。顾小姐，请问可以给您拍几张照片吗？高跟鞋确实不太方便。不用了。来看这边，哎，好嘞，1、2、3，哎，看这里，这里，哎，看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哎。顾沐雨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今天还有事儿，今天的拍照环节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你不就是那个……哦，我就是你哥前一阵的那个绯闻新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其实就是他的员工，忠心耿耿的那种。哦，我说呢，他平时也不是这种人。不过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我想起来了，你长得好像那个仙女。沐雨。顾总，好久不见。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没想到你还能泰然处之。我本以为今天见不到顾总的，倒是出乎我意料了。是吗？可我今天见到你，倒觉得是情理之中，有话请直说吧。听说顾氏也要竞标一亿园林项目，没想到魏氏这么关心顾氏的一举一动。我只代表我个人，与魏氏无关。那这次动静的背后，是你个人还是魏氏呢？魏延成，你自己行为不检，别把这些脏水泼到我们魏氏身上。浩东哥，你们有话好好说，别这样。我哥就是刀子嘴，他说什么你都别往心里去。哥，你又说什么了？你们好好的朋友非要变成仇人吗？朋友，我可从来没把他当过朋友。彼此彼此。魏延成，我好像发现了你的秘密。再会。我哥就先交给你们了。你没事吧？当然。你想跳支舞吗？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，我们应该跳一支舞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舞伴了。
我不跳。你不会，我教你。对不起，顾总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顾总，好久不见，方便的话，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如何？我很想知道顾总对我们怡玉园林的项目到底有多看重。你去看看他。好。请。雨轩，白冰，你怎么跟来了？我看你不太舒服的样子，有点不放心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哦，我就是出来透透气，好多了。那个顾衍琛，他要是能有白冰一半，算了，我想他干嘛呀？我猜你饿了吧？吃点东西去。嗯。之前一直听汪总对顾总赞不绝口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非凡。我敬顾总一杯。我们还是直接谈正事吧，我还赶时间。关于怡玉园林的这个项目，卫视已经找过我，合作意向强烈。这个我知道，不过我并不担心，因为汪总应该知道，以顾氏雕刻的地位，是卫视远远不能比的。这个确实，魏总送了一尊亲自雕刻的百年好合给我，但是我怎么看，刀锋上都有点像顾总曾经的作品。从艺术上，我当然是更喜欢顾总，特别是顾总您的作品。但是呢，顾总果然是聪明人，但是标底也确实是考虑的重要因素。卫视这次也是打算下血本要拿下这个项目，所以我自然希望顾总也能倾尽全力。那是自然。不过汪总应该也是个聪明人，汪总应该明白，顾氏雕刻所带来的附加值远远大于卫视。是啊，如果以玉园林能够像盘龙古城一样拥有顾总亲手雕刻的作品，那园林的价值自然能提升。毕竟顾总的作品也是水涨船高嘛。顾总，您说呢？若能如顾氏所愿，也未尝不可。汪总，您说呢？李哥，小轩，今天不一样哦。要2碗花甲粉，10个烤扇贝。好嘞，你稍坐。好，坐吧。来，穿上吧。感冒了请假还得扣工资。谢谢。那你要是感冒了怎么办呀？那挺好的呀，就当是放假了。连你都想放假，可见顾彦成这个周扒皮平时有多劣迹斑斑。顾总是周扒皮，那我是什么呀？你呢是同事圈宋江，跟及时雨一个级别的。你不喜欢顾总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吧，我给他工作，他付我工资，就是这么个供求关系而已。那你有没有想要什么，或者喜欢什么？
我想像我爸一样，月薪20万。令尊这么厉害？我爸也想月薪20万。说的也没什么毛病。花甲粉来了。哇，谢谢李哥。趁热吃，趁热吃。好。谢谢。他们家花甲粉超级好吃。好吃吗？哎，对了，白冰，你家是哪儿的呀？我家，你家可能有点远。你慢点吃，小心烫。吃完了，我送你回家。白冰，就你这颜值性格，要是放在古代和亲的话，起码能换边疆500年和平。谢谢你的外套，你可千万别感冒了。好，那明天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谁？我。顾总。你还好吧？我很好啊。我看你好像不太好。不要抬头，会堵塞呼吸道的。眼睛平时前方就好。还挺多。顾总，你干嘛？你这是要杀人灭口啊？不好意思。顾总，你半夜千里迢迢过来微服私访，不会就是为了来报复我的吧？你这大半夜的谁啊？这里是轩宇轩家吗？是。你们是？抱歉，我们来迟了。谁让你们来的呀？我。进来吧。请慢用。我知道你没有吃晚饭，特地为你准备的。我去，可是我才刚吃了2碗馄饨、10个生蚝、1碗花甲粉、5个烤扇贝。你不感动吗？不感动，确实不感动。啊？感动，特别感动。那就赶紧享用吧，不用跟我客气。啊。吃饱了吗？老板，我真的吃饱了。吃饱了就好。老板，那需要我送你回去吗？不用了，
你今天辛苦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谢谢老板体谅。爷爷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尊雕像是仙女腾天图，也是顾家的祖先所刻，也是我们顾家最为珍贵的宝贝。您会雕刻这个吗？这个雕像啊，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刻得出来的。我也要学雕刻，我绝对可以雕刻出这样的仙女。我还可以吗？燕城，你和那个像你梦中人的女孩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，我又在无意识之中救了她几次，现在因为某些原因，她成了我的员工。每一次救她还是不由自主的行动吗？林医生，我想你说的对。或许，他就是那个跟我有缘的人，或许他就是我们家族一直在找的人，或许，他就是能让我……让你什么？我在想，或许，他就是那个能让我恢复的人。燕城，一个不曾尝试给自己机会的人是不会拥有机会的。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和他相处一下，也许能跨越你心里的障碍呢。老板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还不让我跟着？我的人要学会少问多做。哦。你喜欢爬山吗？还行。怕累吗？爬山有什么累的？那你明天早上5点来接我吧。5点？这么早？怎么了？开车过去有60多公里。那也不用5点这么早吧？等你给我发工资了，你想几点就几点。出发了。是老板。你什么态度？我就是单纯的为有您这样朝气蓬勃、生龙活虎的老板而感到高兴。这还差不多。
怪，怎么感觉这个人今天有那么一点秀色可餐呢？老板到了。下车。怎么了，老板？走吧，去哪儿啊？上山。上山？现在就上山？我早饭还没吃呢。老板，其实我想了一晚上，我觉得我作为您的司机，我没必要跟您去爬山吧？要不我再给您擦车吧？你不去？可以选择吗？不去扣钱，去加钱。扣多少加多少？扣500，加3倍。好，去爬。老板，你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。他这包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重？把水给我。我说怎么这么重呢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有。看来，能够跟我一起爬山，他真的很开心。走吧。等我一下。
顾总，你终于良心发现了吗？你这样说好的3位工资可1分钱都不能少啊！毕竟这包可是你自己要拿走的。顾总，你慢点，等等我。你这样我可不倒找给你工钱啊！老板，你还有水吗？有啊。我的水喝完了，你能不能给我1瓶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你这人好小气！我今天本来没有打算跟你一起爬山的，早知道要跟你爬山的话，我就自己多带点水了。但是我可以卖给你。卖？我背上山来的水还要我买？你也可以不买。买，多少钱？50。50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不知道山上景点卖的东西都比平时贵好几倍吗？我今天是来玩的吗？我是过来陪您工作的。再说了，这些水前半段都是我背上山的。这山上的水之所以贵，是因为它的运输成本跟劳务成本都很高。这水是我带的，虽然本身的成本并不高，但是把它运送过来的运输费，还有支付给你的劳务费，都是我付的。这么算下来，卖50并不算贵。那你卖给我1瓶。我工资里扣。这可得省着点喝，这瓶水太贵了。啊，顾总。我们今天上山到底是要找什么石头啊？你非得自己过来找吗？咱这忙忙叨叨一整天了，什么石头也没找到。
听说这座山是阴宅的风水宝地，有机会看到鬼火，全是尸骨嶙峋的那种鬼火。快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时间不早了，回去吧。终于可以回家啦！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就是那种鬼火嶙峋那种。武力值这么高，还怕那些？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害怕？喂。好的。好，回去联系。好。谢天谢地，没有伤筋动骨。哎呦，你应该谢谢我。是你送我来这儿的？嗯。谢谢。哎，不对，我怎么记得是你把我拽下山的呀？难道不是因为你和那只虫子吗？谁知道堂堂顾总居然怕那么小一只虫子？我不是怕虫子，是因为虫子身上带有很多细菌跟灰尘，我觉得不干净。算了，怎么说都是你有理，真是个奇葩。那是谁给我上的药？好不容易失落过几个世纪，为了你我愿意四季轮回，思念蔓延成蔷薇，越过了时间的岛屿，将你包围。因为有你，一切忽然会是你？我姑娘，姑娘，好点了没有啊？我来看看你。好多了，谢谢婆婆。不用谢。哎，我们正在外面烧烤，你们小两口也出去热闹热闹。婆婆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小两口。我知道，你们呐正处于谈恋爱但还没有结婚的阶段。放心，别看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我的思想很开放的。婆婆，我们真的不是小两口。哎，小伙子，这男人啊还要主动一点啊。嗯。好了好了啊，我出去了啊，等你们呢啊，好，快点啊。这月黑风高，孤男寡女，荒郊野岭，很难不让人误会啊。为什么不让婆婆给我上药？张婆婆说她散光加近视很严重，给你上药怕给你雪上加霜，所以我才……你快点，我先出去了。
我说邵大公子啊，您动作能不能快点？就您这力气，还不如雨轩呢。我靠这张脸已经帮你站台卖了1天花了，我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。偷懒。谁呀？什么情况？喂，谁呀？是我，顾彦成，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？你这给我安排是什么重要事项啊？啊？你知道我这一天都经历什么了吗？出卖色相，沦为花童。您现在是不是有了小仙女，你就不要我这个兄弟了？行了行了，算我欠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这手机号？我遇到点事情，今天是回不去了，要住在这里。打电话是要告诉你，公司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跟白斌先处理一下。知道了。哎，我问你一个事儿啊。什么？你跟小仙女住在一起吗？喂。喂。喂。不告诉我用不着挂电话吧？你刚说顾彦成跟谁住在一起啦？你猜？不会是雨轩吧？喂，老爷子，彦成今天跟小仙女去相识，留宿在龙仪庄园了。是吗？哎呦，哎呀，我这个孙子啊，效率真高啊！这谁的手机？张婆婆的。你的手机呢？人没事就已经万幸了，怪什么手机啊？我想起来了，顾总怕虫子嘛。那个时候的你还真的是弱小可怜又无助呢。什么弱小啊？放心，我也不会说出去的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保密费。不想给保密费也可以，那你电话借我用一下，我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。手机是张婆婆的，想用，问她去借。小心眼，小气鬼！老伴儿，喝一个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嗯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，来尝尝我们的原生态烧烤。哎，还有这果酒，是我和老伴啊自己酿的。谢谢婆婆。婆婆，谢谢您的手机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怎么会从山上摔下来？是不是遇到严重的事故啊？对，我们遇到了特别严重的事故，这么大一条虫子呢，您说严重不严重啊？啊？哎呀，哎，我说啊，你们这小两口来山上做什么呀？我们不是小两口，他是我老板，是一位天才雕刻艺术家，我呢就是他花钱请过来打工的。雕刻啊？哎，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，龙仪山庄啊有一家专门做雕刻的，是祖传的手艺。这儿也有祖传的。他们也常常上山，好像是做那个什么砖雕的。其他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。砖雕是什么呀？砖雕是中国古建筑中一种重要的装饰，不仅在雕刻上花功夫，在砖的选材和烧制上也同样重要。看来这雕刻不光是个体力活，还是个细致活呢，真不容易。对了，张婆婆，您的手机能不能借我用一下呀？我的手机也摔坏了。当然可以啦。哎，可以是可以啊，不过呀，
咱得喝2杯啊！没问题。来，来，吃啊！别客气啊，别光坐那儿。这可是原生态啊！哎呦，姑娘，你很豪爽嘛啊！来，再来。你怎么不喝呀？别光喝，多吃点儿。喝1杯可不行啊，这男人可不能这样啊！再来。谢谢爷爷。哎，这样啊，你们啊慢慢的喝啊，多吃点哈，我再给你们拿水哈。来，咱们碰一个。来，哎，干杯！干杯！碰一个，哎。喝！来，顾总，干杯！对，干杯！来，爷爷。来，好嘞，丫头。顾彦成，你就在这儿睡吧。在这儿睡会不会着凉啊？怎么说也是救了我，给你拿条毯子吧。公子，若曦，在我的家乡有个习俗，男人要亲手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戴上发簪，认定她为一生挚爱。如此，两人便可白头偕老，永不分离。你可愿戴上这发簪？若曦，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顾彦成，你干嘛？大半夜不说话，你想吓死谁啊？你干什么？我没有不管你啊！你看，我都给你拿毯子了。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顾彦成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